万历10年，内阁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朝中文武借机进言，为戚继光不宜久留北疆，遂使这位威名赫赫的将领被贬谪至遥远的广东。然而，万历帝欲除张居正之余威之心未泯，对戚继光的打压远未止步，2年光景如白驹过隙。几事中，张锡高再次弹劾戚继光，于是，一代将星被迫解甲归田，返回蓬莱故里。归途之中，戚继光又遭晴天霹雳，其弟戚继美，这位年少时便随兄征战沙场，官至云贵总兵的英勇之士，竟已撒手人寰。万历12年深秋，戚继光踏上蓬莱的土地，面对弟弟冰冷的灵柩，心中悲痛如潮水般汹涌，泪如雨下，哀嚎不绝。命运似乎并未就此收手，失去官职、战场、兄弟的他，紧接着又失去了相伴多年的妻子王氏。他带着家财离他而去。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领，竟因不蓄私财，在被贬后一贫如洗，连基本的医疗都无法保障，肺疾缠身，无钱医治，最终连医生也望而却步，只能任由病痛侵蚀住他的身躯。最终，曾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黯然消逝。世人都说戚继光乃一代完人，之所以凄惨谢幕，都是受了张居正牵连。但世上真有完人？要知道，嘉靖、万历2朝的朝堂上波谲云诡，一个耿直忠义的将军，在这巨浪之下尚能安稳航行，难道仅仅依托张居正的庇佑，抗击倭寇的名将戚继光为何落得如此结局？真实的他究竟如何？戚继光在冀州总兵的岗位上坚守了10余年，这一任期和他抗倭的时间不相上下，但却很少在史书中提及。他是一位精力充沛、永不疲倦的将领，热衷于操演军队、阅兵仪式、各类庆典。这些活动不仅展现了他强健的体魄与敏捷的身手，也在全军将士面前树立了威严。在传授近战武器的优劣知识时，他甚至敢于让一名下级军官持军刀向他发起攻击，而他则从容不迫地用长枪进行防御。他常亲自巡查各部，有一次更是独自骑马疾驰至长城以外20里处，身边无一名侍卫相随。更令人钦佩的是，他亲自攀爬悬崖峭壁上的观察站，借助悬绳登顶。在戚继光所处的时代，没有哪位武将能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他从不涉足不可能之事，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已竭尽全力做到极致。因此，他获得了武官所能享有的各种荣誉。就官职而言，身为总兵的他已达到了仕途的顶峰，因为本朝惯例不允许武将掌管1省以上的兵权，即使再有升迁，也只是增加俸禄和头衔。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他未能被封为伯爵。而这一爵位，除了例行授予皇帝的岳父外，只有立下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非凡功勋者才能获得。如果张居正再多活几年，料想戚继光生命的最后几年不至于那么孤独与凄凉。但无论张居正在世与否，没有人能否定戚继光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非圣人。譬如，除了舞刀弄棒，他也喜好诗词。上司有所喜，他也会投其所好。文豪王士祯在其著作《张公居正传》中提及，张居正之事，或因纵欲过度，沈迷于女色。兵部尚书谭纶曾向这位首辅传授房中术，而戚继光则不惜重金购得名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物献给张居正。戚继光在位期间以慷慨豪爽著称，对朋友尤为大方，从不私藏财富。他在部下面前提到士兵生活的痛苦，可以洒下同情的眼泪，所以士兵常常说他爱民如子。这3件事联系起来，是否可以解读出一种信息呢？即戚继光其实情商也很高。事实上，戚继光本就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不能简单地将其纳入传统道德的框架之中。他的一生中充满了许多难以解释的事情，例如，这位高级将领生前纳妾3人，育有5子，却能在儿子们长大成人后一直隐瞒他们的存在，
连他那泼辣的妻子都不知道家中还有子嗣。他曾废止了让士兵采伐柴薪以供他家用的成立，但有一年除夕，总兵府中竟因为缺乏炊米之薪而不能及时辞岁。可京城内著名餐馆的名菜却仍有百十里外按时传来。再有，他在冀州练兵时曾举行歃血为盟的仪式，与将士共饮血酒并立誓，若心怀二意，不珍视军力，不关心军事疾苦，或虚报冒领以图升迁，则如与景龙般立死，以显报应。同时他也警告说，如果肆意敛财以供馈赠，就会遭遇天灾人祸、瘟疫水火，使全家立死。然而从某些迹象来看，戚继光并未完全遵守自己的誓言。有人说，戚继光向张居正献美女的事只存在于王士祯的文章里，史料无法印证。但据万历15年的作者黄仁宇考证，戚继光让兄弟给张家送礼的事情，却在张居正的书读中有所记载。《明史本传》在将他与于大猷比较时，说戚继光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或许也是以委婉的方式说明了一个英勇的军人并不一定是廉洁的将领。1584年戚继光被弹劾的理由中，就有一条是他在冀州的账簿已不知去向，换言之，就是无法提供账单以供查证。据汪道坤年谱载，戚继光除结交首辅，更与兵部侍郎汪道坤、蓟辽总督谭纶结为铁三角。万历6年，谭纶病逝，戚继光亲撰祭文攻去儒折无功，安得长风破浪在同舟，其军政联盟的构建远超寻常利益往来。综上种种，我们发现戚继光能在这暗流涌动的朝堂站稳脚跟，绝非只有张居正的庇护，亦或说他能得到张居正的庇护，也可能得益于他的谄媚。想当初张居正回家丁忧，戚继光还派兵前来护送，此举会不会引起小皇帝的不满，精明的戚将军不可能不知，但他还是如此做了。这样一来，戚继光在冀州整顿军备的壮举，似乎也与人类的本能欲望有所关联。因为世人皆知，张居正就是准备整饬边防，戚继光做好整军任务，除了可以让自己升迁，博得好名声外，也可持续获得张居正的青睐。这些细节当然不是为了诋毁一个伟大的将领，而是旨在走进真实的他，否则这也是对他本人的一种不敬。戚继光的复杂性源于他所处环境的错综复杂，若期望他如海瑞般直白，显然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对此，黄仁宇评价道：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组织家、工程建筑师。的确，戚继光生活在一个亟待变革的时代，陈旧的卫所与军户制度早已不适应时代需求，急需被先进的募兵制度取代，零散的补给体系也应实现集中管理。然而，帝国的保守与无力进行全面改革，迫使人们只能寻求妥协之道，进行局部修补。戚继光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意识到妥协的必要性，而他的成功则归功于他在技术层面巧妙调和各种矛盾的能力。他的妥协原则是让先进部门适度后退，以保持与落后部门的协调。当制度层面难以突破时，他便在人际关系中寻找解决方案。例如，没有文渊阁和张居正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强大的冀州和戚继光的辉煌战绩。但其实戚继光的部队和他本人都充满了矛盾。在欧洲火器已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他却动员士兵大兴土木修建碉堡。在他的混合部队中，枪炮手与藤牌手并肩作战，他既精细入微，连日出日落的时间都精确计算，又严苛野蛮，对违纪士兵施以割耳之刑。这些看似极端的矛盾，在其他国家可能需要几个世纪才能演变，而在戚继光所处的帝国，却在一个军区内同时上演。有人认为戚继光也搞封建迷信，但这一点我反而认为尚待商榷。他曾在向皇帝上书时指出，北方军官普遍文化水平低下，将领尚且如此，
士兵更是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能辅助军事教育呢？那只有借助宗教迷信的因果报应来规劝士兵。从这个角度看，这种信仰是否只是他治军的一种策略？然而，面对不同的对象，戚继光又能迅速调整自己的态度。比如，他在军区建造的私宅命名为直指堂，借用庄子中的典故，表达了他谦逊自持、追求虚静吉祥的心境。他的文集出名于语稿，以此向文人表明自己才疏学浅，作品粗鄙，不敢与他人争辉。黄仁宇就认为，戚继光与文官们交往是为了更好地建立新军，保卫国家，而非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声望与政治地位。毕竟在那个时代，将领只能在社会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发挥军事科学与技术的作用。因此，戚继光坦然接受现实，以尽己所能的精神做好每一件事。至于合法与否，在他看来已不再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是从政治大局出发的灵活应对。所以，戚继光最终才能成为一名务实的军事家。张居正辞世之后，朝中大臣向万历皇帝进言，指出戚继光犹如一头潜藏于朝堂之外的猛虎，为张居正之命是从，他人难以驾驭。这一论断实则成为了弹劾张居正图谋不轨的口实。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张居正与戚继光有反叛之行，但他们确实拥有颠覆朝纲的能力。因此，在随后对张居正的清算风潮中，司法官员严厉质询其子茂修，追问其父在世时为何要在夜深人静之时秘密遣人与戚帅进行书面沟通。但实际上，戚继光之所以遭遇不幸，根源并不张居正，而在于他俩联手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首辅要整饬军备，将军要更换人事，购买武器与战马，而这一切原本应当属于文官的权利。首辅在世，整个文官集团为之如鼠，谁人能言半个不字？首辅一走，文官们谁不得争先出来透透气？你打破了文官集团苦心维持的权力均衡，就得承受相应的后果。于是，借着倒张的春风，戚继光下台了，最终孤独地死去。朋友汪道坤为戚继光撰写了墓志铭，但他不知道的是，在地球的另一端，遥远的西班牙舰队已整装待发，准备驶向英国的海域。而辽东女真人马上也开始立马募兵，准备崛起。大清遗憾地错过了重整军备的最后时机。30载光阴转瞬即逝，当本朝军队与努尔哈赤的部队交锋之时，因缺乏戚将军精心策划的战术与严明的组织纪律，竟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兵败萨尔浒。此后，八旗军作为一股新兴力量在白山黑水间崛起，终于于崇祯17年1644年踏入了北京城。其实，戚继光的陨落何尝不是明帝国制度性审恶的必然产物呢？当卫所制崩解却仍用军户充数，当火器革命已席卷欧亚却仍在长城沿线堆砌砖石，这个庞大帝国早已陷入制度惰性与技术变革的撕裂之中。文官集团精心构筑的制衡术，既用御史言官牵制张居正的改革，又以道德轻易消解戚继光的兵权。所谓倒张去戚，不过是洪武祖制对任何制度突破的本能绞杀。重文轻武的祖训在戚继光身上显露出荒诞的悖论，既要他荡平倭寇，守住北疆，又要他自检羽翼，向客道低头。当戚继光向兵部侍郎行贿，给首辅赠送美姬时，大抵也是武将在文官体系夹缝中求存的生存法则。那些查无实据的账簿，讳莫如深的馈赠，不过是军事现代化在陈旧财政制度下的畸形分泌物。张居正改革戛然而止的10年后，工部仍在为戚继光设计的战车图纸争吵漕粮损耗，户部仍在用永乐年间的军屯定额核算冀州军费。这个用道德代替法律，以平衡取代效率的官僚系统，终将戚继光锤炼的新军打回卫所旧态。当西班牙火枪兵在低地国家推进现实战术时，大明最精锐的部队仍在争论骑兵该配几时粮草这类洪武旧题。戚继光死后31年，萨尔浒雪地上凝固的哪里是4路大军的鲜血，
分明是整个帝国制度僵化的恶果。那些曾被练兵实际规范过的炮手，因军户逃亡改成了临时募兵；那些精心设计的车营，因文官克扣变成了纸面阵法。当建州铁骑用标准化层甲冲垮散沙般的明军时，戚继光在冀州埋下的军事改革火种，早已被文牍主义的冰雪彻底浇灭。这或许才是最深的悲剧，不是名将陨落，而是制度绞杀所有改良可能后，拖着整个文明滑向深渊。